为什么说越深入探索宇宙，越让人感到绝望？设想一下，这个浩瀚的宇宙从一个无限小的点突然出现，在无声无息中演变成今天的模样。这一切会不会是一个被精心包装后，恰好能被人类理解的故事呢？真相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离奇。希望接下来的这段探索之旅能为你带来一场身心愉悦的宇宙思辨，也祝你有个好梦。当你抬头仰望夜空，你所能看到的繁星、星系、宇宙尘埃，其实仅仅占宇宙总智能的不足 5%。那其余神秘的 95% 是什么呢？它们是无法直接看到，也难以探测到的暗物质、暗能量，以及那无处不在的量子场。这一切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深刻的模式，一种精密的编码，一种完美到令人惊叹的数学精度？这一切难道都仅仅是随机的偶然吗？或者它是被精心设计的？当我们尝试用前沿的科学假说与深刻的哲学思考一同来审视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时，你固有的认知或许将面临一次彻底的颠覆。首先，让我们尝试用数学这把钥匙来解读宇宙。你会发现，在那些描述宇宙运行的精确到极致的物理方程中，任何一个基本常数，哪怕只发生最细微的变动，都可能导致我们整个现实世界的崩溃。就拿引力来说，如果它的强度仅仅增强了那微乎其微的1/1000的1%，恒星将会燃烧过快，行星根本无法形成，我们所知的生命也将不复存在。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第一个宇宙悖论。我们的存在就像是悬于一系列经过完美校准的物理常数的针尖之上，这种极致的精确性强烈地暗示着设计的存在。然而，科学却告诉我们，这种看似的完美可能仅仅是一个统计学上的幸运偶然。在可能存在的无限多重宇宙中，充斥着无数个物理参数混乱的失败现实，而我们恰好生活在了那个参数正确的幸运儿之中。面对这两种解释，你觉得哪个更容易让人接受呢？你可能会想，如果宇宙是被设计的，那么设计者又是谁或是什么呢？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位设计者，那么谁又设计了这位设计者？此刻，我们似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个无限套娃式的逻辑循环之中。也许正因如此，我们才不得不去承认自身理解的局限性，承认在宇宙的奥秘面前，我们就像试图理解摩天大楼结构的蚂蚁一样。即便是被公认为拥有最聪明大脑的爱因斯坦，当他面对时间之初的景象时，也感到了现有理论的无力。他认为空间是一个广阔的思维构造，被质量和能量所扭曲。在神秘的黑洞附近，时间会慢到几乎停滞，如果以光速运动，时间则会完全停止。而在宇宙大爆炸的那个瞬间，我们所理解的时间这个概念，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在宇宙最初的膨胀发生之前，并不存在一个我们可以定义的之前。所以追问大爆炸之前发生了什么，可能真的就像在问北极点的北面是什么一样，是一个基于我们日常经验却在宇宙极端条件下失去意义的问题。我们那些曾经赖以信任的物理规则和逻辑直觉，在面对宇宙起源的根本性质时，便彻底失效了。那么，如果你能逆转时间的洪流，回到那个宇宙最初的无限致密的起点，你将会看到怎样一番景象？是创世的瞬间，还是某种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超越现有理解的状态？针对这个宇宙的起点问题，一些物理学家们也提出了各种大胆的假说，比如无限循环宇宙假说。不妨也思考一下你自身的存在构成。你身体的每一个原子都曾是数十亿年前在垂死恒星炽热的核心中锻造出来的。毫不夸张地说，你就是宇宙演化的一部分，而宇宙似乎又通过我们称之为意识的这种奇特现象来反观和体验自身。我们肉身与浩瀚宇宙之间这种深刻而本质的联系，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某种更为宏大设计的证据呢？而当我们深入到微观世界，量子物理学所揭示的景象，更是颠覆了我们对真实和虚无的传统认知。它告诉我们，即使是我们认为空无一物的空间，实际上也充满了永不停歇的活动。虚粒子在真空中凭空出现又瞬间消失，量子场在其间不停地起伏和涨落。在看似平滑宁静的真空表面之下，其实是一个沸腾翻涌、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动态现实。所以我们传统观念中那个绝对的无，在量子的层面来看，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然而，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所有已知物理学定律，在宇宙大爆炸的那个极端瞬间都会完全失效。我们的数学工具
我们的理论框架都无法描述那里的景象。我们仿佛到达了人类知识的边界。那位假想中的设计者是否就隐藏在这个我们无法用现有物理学穿透的数学起点之中？或者这仅仅标志着我们人类当前理解能力的极限？无论哪种结局，都令人感到一种深深的敬畏与未知。如果我们坚持引入一位造物设计者的概念，那么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比答案本身更多、更棘手的问题。比如，如果设计者真的为生命的出现而精心调整了宇宙的参数，那么为什么在我们广阔的可观测宇宙中，生命现象却显得如此罕见，甚至趋近于无呢？宇宙的绝大部分环境，对于我们所知的生命形式而言，都是极端恶劣和充满敌意的。即使是在我们这颗幸运的地球上，据估计曾经存在过的物种中，也有高达 99% 已经永远的绝了。这究竟是智慧设计的明证，还是其缺席的旁证呢？或许这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视角过于局限。我们是碳基生物，在一个围绕着一颗稳定恒星运行的岩石行星上进化而来。我们对生命的定义，对意识的理解，自然也深受我们自身存在形式的束缚。但如果生命可以采取我们目前完全无法想象的形式呢？如果意识可以在恒星内部炽热的等离子体中，或在星际云寒冷的超低温气体中，以某种方式产生呢？如果整个宇宙本身就拥有一种我们目前无法理解的弥散的意识形式呢？在这样的追问下，大胆的科学推测与前沿的物理学理论之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让我们再深入思考另一个笼罩在宇宙之上的巨大谜团——暗能量。这种神秘的、无形的力，似乎正在驱动着我们的宇宙加速膨胀。根据目前的估算，它大约占据了宇宙总质能的惊人的 68%。然而，对于它究竟是什么，我们依然几乎一无所知。更令人费解的是，暗能量的强度似乎也经过了某种完美的校准，使得星系能够在宇宙早期有足够的时间形成，而不会在膨胀力将一切物质撕裂之前就分崩离析。这又是一个让我们得以存在的巧合，还是隐藏着关于现实本质的关键线索？与暗能量形影不离的是暗物质，它大约占据了宇宙总质能的另外 27%， 同样也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无法直接探测到的神秘成分。但它强大的引力效应却在宇宙的大尺度结构形成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如同一个无形的宇宙支架。没有这个暗物质构成的引力骨架，星系将会分崩离析，恒星本身也可能永远无法从原始的气体云中凝聚形成，而我们自然也就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宇宙舞台上了。算一算，构成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的普通物质，仅仅占据了整个宇宙总质能的区不足 5%。我们以及我们所熟悉的一切，在这个宇宙中才是真正的例外，而非普遍的规则。而我们人类，以这由区5%的物质构成的大脑，竟然能够尝试去理解这一切本身，或许就是宇宙中最大的谜团之一。为什么为了在地球上生存、繁衍、躲避捕食者而进化出来的人类大脑，竟然能够发展出抽象思维，掌握诸如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这样描述宇宙极端状态的深奥理论？我们创造出来的那些抽象的数学模型，这些纯粹人类思维的产物，竟然能够如此精准地捕捉到物理现实最深层的运作方式。这是否在暗示我们的思维方式以某种途径与宇宙的某种内在设计或逻辑相协调？或者这仅仅又是一个巧合？现实恰好选择了以数学作为它的基本语言。当双缝实验石破天惊地揭示出微观粒子的行为会因为是否受到观察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现实本身似乎会因为我们是否在看它而改变。这究竟告诉了我们关于意识与物理世界之间存在着怎样一种不可思议的联系？观察者本身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是构成现实的基础？围绕着这些令人费解的量子现象，物理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大胆的量子诠释。一些诠释认为，正是意识的参与导致了量子波函数的坍缩，本质上是通过观察行为使确定的现实得以存在。另一些更为离奇的诠释，比如著名的多世界诠释，则提出每一种量子可能性都会催生出它自己的宇宙，从而创造出一个无限分支的多重宇宙，其中每一种可能的结果都在某个地方发生。还有一些诠释则聚焦于粒子之间那种被爱因斯坦称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的量子纠缠现象，两个相互纠缠的粒子，无论相隔多远，
似乎都能瞬间感知到对方的状态变化。这完全违背了我们对因果关系的直观理解。所有这些诠释在数学上往往都是自洽的，然而他们所描绘的现实图景无疑不显得深奥怪异。如果多重宇宙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就真的只是无限宇宙泡沫中的一个而已。每一个这样的宇宙泡沫都可能拥有自己独特的物理常数、基本定律和演化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宇宙展现出的那种令人惊叹的完美协调，就并非是设计的证据，而更像是一种选择偏差的结果。我们之所以发现自己生活在这个物理参数恰到好处、允许生命存在的宇宙之中，仅仅是因为在那些物理参数混乱、不适宜生命存在的其他宇宙里，根本就没有观察者能够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宇宙如此特别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人则原理。它为设计论提供了一个看似科学的替代解释，但是至少在目前，无论是那高高在上的设计者，还是那隐藏在世界之外的多重宇宙，都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前科学实验所能直接验证或证伪的范围。我们这些由无数星辰亿万年演化而来的微不足道的尘埃，却拥有着一颗敢于用我们简陋的仪器和有限的智慧去窥探宇宙深处、思考宇宙整体的心。正是从这个看似渺微的视角，我们发出了对宇宙本身、对我们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在宇宙的极大尺度与极小尺度之间，似乎也存在着一种令人着迷的奇特对称性。我们观测到的宇宙大尺度结构，那些由无数星系团连接而成、绵延数十亿光年的宇宙网状纤维，其形态竟然与我们大脑中神经元相互连接形成的复杂网络惊人的相似。而在另一个极端，在普朗克尺度下，那翻腾不休的时空量子泡沫，其某些理论描述也似乎在隐约呼应着这种复杂的网络结构。这些跨越了无数数量级的相似性，仅仅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在暗示着现实本身具有某种深刻的分形特征？同样的模式，在从最微观的量子层面到最宏观的宇宙尺度上，不断地重复和展现着自身。更有一些理论物理学家大胆地提出，我们所感知的物质和能量，可能并非现实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现实最终可能完全是由信息构成的。宇宙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由物理、粒子和场构成的实体，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处理系统，一次宏伟的宇宙级计算，或者一个精妙绝伦的模拟程序。在这种观点下，我们所观察到的基本粒子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力，都可能只是信息在最基本层面进行编码、传递和处理的某种外在表现而已。如果这个猜想是真的，那么宇宙的设计者，其角色可能就更像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程序员，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创世神明。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是谁编写了这套宇宙运行的代码？它又运行在怎样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硬件之上呢？我们似乎又一次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那个熟悉的无限套娃的逻辑循环之中。此时此刻，你可能会想，我们是不是真的想得太多了？我们是不是在不自觉地将我们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那些关于设计目的的概念，强行投射到了一个可能完全超越了这些有限范畴的宇宙现实之上？也许宇宙就是那样简单而纯粹地存在着，没有预设的理由，也没有隐藏的意图。我们所有的这些追问、困惑和感叹，都仅仅是我们这颗渴望理解的头脑，在面对浩瀚未知时，不可避免产生的一厢情愿。然而，就在我们试图用简单存在来消解宇宙的复杂性时，宇宙自身又向我们抛出了新的难题。让我们进入到宇宙中一个同样基本却又充满了深刻悖论的领域——熵的世界。热力学第二定律明确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孤立的封闭系统中，整体的无序度即熵总是会不可逆转地增加。宇宙如果视为一个封闭系统，也应遵循此规律，从有序走向无序，最终达到热寂状态。然而，与此相悖的是，我们这些高度有序、极端复杂的生命体，却奇迹般地存在于这个本应趋向混乱的宇宙之中。生命本身似乎就是在局部区域内奋力抵抗着熵增洪流的奇特现象。它们通过利用外部的能量流，比如地球生命利用太阳能，来创造和维持自身的组织性和复杂性。但是这种局部的低熵是以整个更大系统熵的更大增加为代价的，并且依赖于一个开放系统和持续的能量梯度。太阳为地球生命提供了这个能量梯度，那么是什么为宇宙本身提供了最初的那个低熵的起点和持续演化的能量梯度呢？
如果熵总是增加，这是否就意味着宇宙必须始于一种熵极低，也就是极端有序的特殊状态？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概率极低的初始状态？针对这个早期宇宙的低熵之谜，一些物理学家认为，这可能是循环宇宙模型的一个证据。宇宙可能经历着诞生、膨胀、收缩、再诞生的循环，黑洞可能在熵的重置中扮演关键角色。另一些人则提出，我们的可观测宇宙可能只是一个更大宇宙中的一个偶然出现的低熵区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所感知到的时间知觉，时间总是单向从过去流向未来，其根本原因仅仅是宇宙整体熵增的宏观体现。如果存在一个熵减的假想区域，时间可能会表现为倒流。接下来，让我们思考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悖论——波尔兹曼大脑悖论。这个思想实验指出，如果宇宙存在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大的空间，那么根据统计，力学和量子涨落纯粹由随机的粒子碰撞和组合，原则上完全有可能偶然地组装出一个拥有完整记忆和意识体验的孤立存在的大脑。这个波尔兹曼大脑虽然只会存在极其短暂的一瞬间，但其主观体验可能与你此刻完全相同。从纯粹的统计概率上讲，随机涨落产生这样一个拥有虚假记忆的孤立大脑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随机涨落产生一个像我们这样拥有漫长演化历史、内部高度有序的完整宇宙的可能性。这是否就意味着，相比于你是一个真实存在于真实宇宙中的真实个体，你更有可能只是一个正在体验虚幻现实的短暂存在的波尔兹曼大脑？冷酷的数学推导似乎指向了这个令人不安的结论。这正是为什么物理学家们认为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深刻悖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宇宙在不同的观测尺度上，似乎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行为特征。在宏观尺度上，一切似乎都遵循着确定性的物理定律。只要拥有足够精确的初始条件和计算能力，我们就能以惊人的精度预测它们未来的状态。然而，当我们进入到微观的量子尺度，确定性似乎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似乎是从根本上就无法消除的概率性。我们永远无法精确预测一个电子下一刻会出现在哪里，只能计算其概率。一些哲学家和神学家甚至从中看到了自由意志存在的可能性，认为这种量子层面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可能正是某种超越物理定律的机制，在不直接违反已知物理定律的前提下，巧妙地影响和塑造现实的空间。那么，这种深植于现实核心的随机性，究竟是宇宙的本来面目，还是某种更深层决定论的表象？或者，它真的是某种自由的源泉呢？这种机制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如果说量子层面的随机性已经足够令人头疼，那么无限这个概念，当它与宇宙的尺度和可能性联系在一起时，或许才是对我们人类有限理解能力的最大挑战。现代宇宙学的某些模型表明，宇宙的范围可能是无限的。在我们目前能够观测到的宇宙世界之外，空间可能向所有方向无限延伸。如果宇宙真的是无限的，那么根据概率论，一个令人眩晕的推论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在一个无限大的空间中，任何一种有限的、具有非零存在概率的物质构型，都必然会无限次的重复出现。这意味着，在浩瀚无垠的某个遥远角落，必然存在着另一个和你几乎一模一样的地球，上面生活着另一个和你拥有完全相同基因、相同记忆，甚至此刻可能也正在思考着同样问题的你。这并非耸人听闻的科幻，而是基于无限空间和物质有限可能排列方式前提下的逻辑推论。这种宇宙级的无限重复是让你的存在变得更有意义，还是恰恰相反，让你的独特性显得苍白无力？你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你，还是仅仅是宇宙在永恒随机组合中偶然产生并无限重复的一个模式实例？退一步来讲，即使我们的宇宙在空间上是有限的，它在时间上也可能是无限的，要么永无止境地向未来延伸，要么会经历着无限次的宇宙重生循环。更进一步，如果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是正确的，那么现实在每一次微观的量子事件中，都会像树枝一样无限的分叉，创造出一个包含了所有可能性的无限庞大的多重宇宙。无限之上再加无限，再加无限。我们这些拥有有限认知能力的头脑，在试图把握这样令人眩晕的无限套娃式的概念时，几乎是束手无策的。无限这个概念本身，它究竟是帮助我们触及和理解宇宙现实最深层本质的一把钥匙，
还是仅仅一个在我们的物理学理论和数学工具达到其适用极限时便会失效，人为构造出来的数学抽象？此刻你可能会问，所有这些关于宇宙的宏大讨论，跟我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又有什么具体的关系呢？请这样想一想，构成你身体的每一个原子，无一例外都是在跨越了数十亿年漫长宇宙时间的进程中，在那些早已逝去的恒星炽热的核心中锻造出来的。你血液中的铁，你骨骼中的钙，都曾是宇宙深处星辰的一部分。从这个最根本的层面上说，你并非与这个浩瀚的宇宙相分离的孤立个体，你就是宇宙固有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宇宙正是通过像你这样的由其自身物质构成、高度集中的意识体，来反观自身，来体验和理解这个世界的奥秘。无论这一切的背后是某种精心的设计，还是纯粹的偶然巧合，你作为一个能够思考这些深刻问题的意识体，存在于宇宙历史的此时此刻。这件事情的本身，难道不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惊叹和珍视的奇迹吗？然而，关于宇宙的那些最基本的奥秘，至今仍然悬而未解。我们依然不知道为什么宇宙是有而不是无，为什么那些支配宇宙运行的物理常数，恰好就是它们现在的这个值。我们的宇宙究竟是独一无二的，还是在更广阔的多重宇宙图景中无数个可能宇宙中的一个？它究竟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开端，或者它是否就是永恒存在的？我们所拥有的这种意识，究竟是物质高度复杂化之后涌现出来的现象，还是宇宙的一种更为基本的属性？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其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终极的目的，或者它仅仅就是那样存在着，没有任何预设的意义和方向？我们目前理解上的这些巨大空白，或许在遥远的未来会被科学填补，但也可能代表了人类这种特定认知能力的根本局限。一些我们永远也无法完全看透的宇宙奥秘，甚至那个我们一直在追问的问题本身，究竟是谁设计了宇宙？其措辞从一开始就可能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句是否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预设了一些可能并不适用于宇宙终极现实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假设呢？我们人类习惯于从因果联系、起始与终结、意图与目的等角度来思考世界，但是宇宙在其最根本的层面上运作的原理，可能远远超越了我们这些源于宏观经验的直觉和范畴。想一想，量子纠缠，粒子无论相隔多远，都能瞬间相互影响，挑战了我们对局域性因果的传统观念。再想一想，广义相对论所揭示的空间和时间统一为一个动态的四维时空构造，颠覆了我们对之前和之后的理解。如果理论上可能存在的闭合类时曲线真的存在，那么第一因这个概念本身就将失去意义。所以，也许宇宙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被某个外在的智慧设计出来的，它可能更像是一种自发的、内在的、涌现的现象，如同冬日窗户上那些精美复杂的双花图案一样，是从量子层面那些潜在的可能性和基本的相互作用规则之中自发的结晶和生长出来的秩序。也许宇宙是通过某种宇宙级的自举悖论而自我衍生的，在一个超越了我们线性时间观念的因果循环中，创造了自身得以存在的初始条件。又或者宇宙的演化更像是一个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在可能存在的无数宇宙种子中，那些碰巧拥有了更有利于复杂性和生命诞生的物理参数的宇宙存活了下来并持续演化。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性，确实存在着一位设计者，但这位设计者可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人格化神奇，而更可能是一种在我们目前尚无法理解的更高维度或更深层面上运作的宇宙级智能或基本原理。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宇宙级智能，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德雷克方程所带来的预测与大沉默现象之间的矛盾呢？根据德雷克方程对银河系中可能存在的智慧文明数量的估算，结果往往是数千甚至数百万个。但迄今为止，宇宙却对我们展现出一片寂静。这种大沉默究竟意味着技术文明不可避免的会自我毁灭，还是星际通讯或旅行存在根本性障碍？我们人类真的是孤独的吗？或者更令人不安的是，那些先进文明出于某种原因，选择了将自己隐藏起来。如果我们人类真的是孤独的，是我们这个可观测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那么这对于设计的讨论又意味着什么呢？一个被精心设计的宇宙，难道不应该充满生命和智慧吗？或者，一个单一的能够反思宇宙自身的智慧物种，其本身就可能已经是整个宇宙设计的终极目标了。
反过来说，如果宇宙并非被设计，那么我们是应该期望生命普遍存在，还是期望它极为罕见呢？令人困惑的是，无论外星智慧是存在还是缺席，似乎都无法为宇宙是否被设计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它只是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框定了这个古老的谜题。现在，让我们再做一次更大胆的假设：如果宇宙中确实存在着比我们更先进的智慧生命，它们可能早已超越了我们所理解的生物学限制，通过先进的技术，进入到了一个后生物进化的全新阶段。这样的文明，它们的存在形式、交流方式可能都与我们的想象截然不同。它们可能已经将意识上传到了人造机制，或者进化成了能量生命，栖息在恒星内部或黑洞事件世界。它们对时间的感知和运作尺度，也可能与我们大相径庭，使得我们区几十年的射电天文学观测，根本不足以捕捉到它们存在的蛛丝马迹。宇宙那看似的黑暗与寂静，其背后可能正隐藏着超出我们当前认知能力的宇宙智能。更进一步，如果宇宙本身在其最根本的层面上就是一种智能或意识呢？泛心论这个古老的哲学思想近年来重新获得了关注。他认为，意识并非仅仅是大脑这种复杂物质系统的产物，而是宇宙的一种更为基本和普遍的属性，内在于物质本身。而像整合信息理论这样的现代意识理论，则试图从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理解意识，认为意识的产生与系统能够整合信息的复杂程度相关。这种复杂的信息处理，并不仅仅发生在我们人类的大脑之中，也可能发生在许多其他的自然系统，甚至宇宙整体。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宇宙作为一个整体，能否构成一个拥有某种我们难以想象的整合意识的巨大宇宙级心智系统呢？而我们这些个体的人类意识，能否仅仅是这个宏大宇宙心智中一个个微不足道的思维节点呢？这些推测听起来可能确实有些天马行空，但它们之所以会被严肃地提出来讨论，恰恰是因为它们凸显了我们存在的核心处，那个最根本也最令人困惑的奥秘——意识本身。这个我们每个人都直接体验到的主观世界，仍然无法被我们目前最先进的物理学理论所完全解释。客观的物质大脑究竟是如何产生出主观的第一人称的体验的？这个被哲学家称为意识的难题的根本问题，可能不仅仅是理解大脑的关键，更是理解现实本身的关键。如果意识真的是宇宙的一种基本属性，而非仅仅是复杂物质的偶然涌现，那么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看起来就不再像一台冰冷、没有灵魂的巨大机器，而更像是一个充满了内在精神，甚至本身就是某种宏大心智的生动体现。当我们深入讨论意识的本质时，科学与哲学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些物理学家从时间的本质出发，提出了一个颠覆我们日常经验的观点：我们所感知到的时间流逝感，可能仅仅是一种主观认知上的错觉。在一种被称为快宇宙的理论模型中，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同时平等地存在于一个更高维度的静态的四维时空构造之中。你的出生、你的一生经历、你的死亡，以及你此刻阅读这些文字的这个瞬间，都只是这个永恒存在的四维时空块中不同位置上的点而已。在这种图景下，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发生或改变，一切都只是永恒地存在着。这种高度决定论的宇宙模型，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设计假说。宇宙就像一部所有情节和结局都已写就的宇宙级史诗。然而，这种观点也立刻引发了关于人类自由意志是否存在，以及我们生命意义何在的深刻哲学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些物理学家则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未来并非完全确定，而是保持着开放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宇宙中那些拥有意识的生命体的选择和行动所共同创造的。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提出的参与性人则原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大胆地认为，观察者，尤其是拥有意识的观察者的存在和行为，对于宇宙从量子潜能中凝聚成我们所感知的这个确定现实是必不可少的。意识和现实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宇宙级的反馈回路。用惠勒自己的话说，宇宙孕育了意识，但意识赋予了宇宙意义。这种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纯粹的设计论和纯粹的偶然论之间的引人入胜的中间地带。宇宙的演化可能部分是由于其内在的物理必然性，部分是由于无法预测的量子随机性，
还有一部分则是由它所孕育出来的能够进行观察和选择的有意识生命体的参与所共同塑造的。现在，让我们来面对一些挑战我们现实稳定感的奇异现象，比如所谓的曼德拉效应，指的是有相当数量的一群人都共同拥有着对某个实际上从未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或细节的清晰而错误的集体记忆。这些集体性的记忆偏差，仅仅是因为人类的记忆本身就具有不可靠性，大家碰巧都记错了，还是说，这背后可能隐藏着某种更为奇异的现象？一些更大胆的推测认为，意识可能并非完全被束缚在我们这个单一的物理宇宙之中。在多重宇宙的图景下，意识有没有可能在某些极其罕见的特殊情况下，在那些属性非常相似的平行宇宙之间发生某种形式的跳跃，从而将一个现实中的某些记忆片段错误地带入了另一个现实之中？另一些人则认为，现实本身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具流动性和可塑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我们意识状态和观察行为的深刻影响。尽管主流科学目前更倾向用人类记忆的易错性来解释，但这些反常现象至少应该提醒我们去反思，我们所感知的这个现实世界，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大脑和意识主动构建出来的，而非仅仅是对外部世界的被动反应。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一个更为颠覆性的猜想领域。如果我们的整个宇宙，连同我们自身，都只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计算机模拟程序呢？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运行在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超级宇宙计算机上的代码。这个被称为模拟假说的观点，近年来在一些顶尖的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哲学家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核心逻辑在于，如果一个文明发展到足够高的技术水平，他们几乎必然会拥有创造出极其逼真的模拟程序的能力，并且可能会创造出数量极其庞大的此类模拟。从统计学概率上讲，我们更有可能生活在无数个模拟宇宙中的某一个，而不是那个唯一的基础现实之中。如果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模拟程序之中，那么设计者的身份就变得非常具体了。他们就是那些编写了我们这个宇宙模拟程序的程序员。但是这依然没有真正解决那个关于最初设计者的终极问题，它只是将这个问题向后又推了一层。我们似乎又一次陷入了那个熟悉的无限套娃的逻辑循环之中。也许所有这些关于宇宙的追问，最终都将汇聚到一个最为深奥的谜团之上：为什么会有任何事物的存在，而不是永恒的无？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这个问题困扰了哲学家数千年。现代物理学的某些理论，例如量子场论中关于真空量子涨落的描述，似乎暗示着无从根本上就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量子涨落不可避免地会从无中产生出有，但这实际上也只是把那个根本性的问题往后又推了一步。为什么这个能够产生有的量子真空会存在？为什么会有那些支配宇宙运行的物理定律的存在？为什么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其结构和法则，恰好就是以这样一种能够允许复杂性结构乃至最终意识的出现和演化的方式来构建的？没有任何一个已知的科学理论能够真正的从逻辑的起点出发，去完整的回答这些关于存在之根源的终极问题。因为任何科学的解释，其本身都必须预先假设某种事物的存在。这个关于存在本身为何存在的终极奥秘，或许正是那个关于宇宙设计的问题，在经历了层层追问和思辨之后，所能找到的其最终的，也最形而上学的表达形式。我们追问的可能不再是谁设计了宇宙，而是为什么竟然会有一个宇宙，可供我们去讨论它是否被设计，或者它如何演化，或者它为何会以其特定的方式而存在。如果在我们所感知的这个现实背后，真的存在着某种超越我们理解能力的宇宙级目的或深层意图，那么它可能远远超出了我们人类有限心智的理解范围，以至于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本身，在其面前都显得幼稚可笑，就像试图用蚂蚁的语言和逻辑去理解核物理一样。或者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存在的状态本身就是唯一合乎逻辑的唯一可能的状态。无可能只是一个由于我们人类思维的局限性而产生出来的虚假概念。当我们勇敢地站在人类现有知识所能达到的最前沿，凝视着宇宙内深不可测的奥秘的深渊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谦卑的真相。我们所了解到的那点滴知识，其最大的价值或许就在于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们自身的无知是多么的浩瀚。每一个被我们艰难解答的问题，几乎都会立刻催生出更多
更复杂的新问题。每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在拓展我们认知疆域的同时，也无一例外的会为我们揭示出更为广阔的无知领域。宇宙不仅仅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加奇特，它甚至可能比我们人类这种特定认知能力的想象这个行为本身所能达到的极限还要更加奇特。无论是被某种超然的智能所精心设计，还是通过某种内在的物理必然性而自然涌现，亦或是由纯粹的、盲目的宇宙级偶然所随机产生，又或者是以某种完全超越了我们目前所有这些范畴的，我们甚至难以命状的方式而存在。现实，这个包含了我们自身在内的宇宙，依然是那个终极的，等待我们去不断探索和解读的巨大谜团。我们并非置身于这个谜题之外的旁观者，我们本身就是这个宏大谜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尽管面临着如此深邃的未知和巨大的困境，我们人类却从未停止过追问，从未放弃过探索，也从未失去过那份源于生命本能的好奇。也许正是这种永不停歇的好奇心，这种不屈不挠的追问精神，其本身就蕴含着某种深刻的意义。也许意识的进化，其最根本的驱动力之一，就是为了去思考和理解那个赋予了它生命的宇宙。也许我们这些拥有着自我意识和反思能力的生命体，就是宇宙用来认识其自身、探索其自身奥秘的一种方式。如同亿万双在无尽黑暗中同时睁开的眼睛，它们既向外凝视着浩瀚的星空，也向内审视着意识的深渊，共同追寻着那个开启了我们这段探索之旅的最初问题的答案：究竟是谁，或者是什么设计了这个宇宙？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永远没有定论，但探索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意义。